娱乐至死，金钱至上，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。这是我家，这是我的祖国。听着听着，现在有很多傻叉媒体讲很多屁话，中国不是这样。CNN 媒体政治宣传的屁话，你如果去过中国一次，你会觉得这地方很酷炫。这一幕发生在王嘉尔近日在伦敦的演唱会上。当天他在演出空档，先是非常有礼貌地和粉丝打招呼，然后表示他想在这里向伦敦的粉丝介绍自己是来自中国的王嘉尔。紧接着就外媒对我国的各种抹黑，王嘉尔掷地有声地发出了指责，并告诉粉丝不要被外媒一些滤镜对中国产生误解。而他之所以敢这么说，只因为他是一个中国公民。随后王嘉尔怒怼外媒的视频被发布到网上，瞬间就掀起了惊涛骇浪。网友们对于他的霸气发言纷纷点赞支持，不少人还因此对他路转粉了。但与此同时，却有人说他这是在卖点，爱国人设赚流量。可是事实上，作为香港击剑队出身，还曾为国出征夺过冠军的王嘉尔，根本不屑立爱国人设来赚取流量，因为他的爱国从来都源自内心。早年在韩务工时，作为中国人的王嘉尔曾经参加过一档节目，叫做《中韩梦之队》。节目开始前，主持人问他今天是不是为韩国比赛时，王嘉尔闻言用韩语表示当然，因为 GO27 是韩国组合，主要是在韩国发展，但是是中国人。等到节目录制后，王嘉尔被对方队伍的中国人用中文 Q 到想看才艺，结果一旁的主持人却故意问他听不听得懂中国话。王嘉尔直接被惹毛了，回怼道能听懂，我是中国人。另一档节目上，当他被韩国主持人问到去过韩国唐人街吗，王嘉尔表示没去过。紧接着主持人便说让他去唐人街看看，结果直接把王嘉尔整无语了。我是中国人，还非要去唐人街吗？并且他还反击对方是不是也要去韩人街看看。面对韩国艺人胡乱说中文搞怪时，王嘉尔更是毫不留情，不会说就请不要乱说。此外，他参加韩国某档节目时，甚至直接带着现场的其他中国练习生一起高唱中国国歌，丝毫没管动不动就破防的韩国人。面对韩国人的跪拜礼，王嘉尔同样宁愿被韩国网友骂成筛子，也依然选择拒绝，当场表演了一个与大地贴贴。而且在智利演出会上，接到粉丝递来的国旗时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披在身上，向世界宣告自己是中国人。试问这样的王嘉尔怎么可能不爱国？又怎么可能把爱国当作博取流量的人设呢？熟悉王嘉尔的人知道，他一向是个爱国 boy。此前在接受《环球人物》杂志记者专访时，他的自我介绍也只有简单的一句：中国是我家，我是从我家来的歌手表演者，我是中国90后。2019年8月，他又多次发声表示爱港爱国，反对暴力，还在微博上转发5星红旗有14亿护旗手的内容，表示自己就是护旗手。这引起港独分子的不满，一些极端者不仅曝光了王嘉尔在韩国住址和香港行程，甚至还在社交媒体上扬言计划去机场攻击他。央视新闻微博为此发文：王嘉尔请注意安全。不久后，有港媒在采访中问王嘉尔做这一切怕不怕失去一些香港粉丝。王嘉尔立马回答道，不是说得不得失的问题，我觉得是原则的问题第一。王嘉尔的原则还体现在很多细节处。自2014年在韩国出道后，他上节目时总会强调自己是中国人。2022年4月，他作为首位登上科切拉音乐节主舞台的中国艺人上台表演，还被粉丝发现其耳返上刻着中国二字。王嘉尔的音乐作品中同样不乏爱国的小巧思，很多人听过他的大热单曲《巴比龙》，却不一定知道在 MV 中他穿的是印着5星图案的红色卫衣。他也会借歌抒情，不用记住我的名字，你们都要知道我是中国90后。王嘉尔的爱国心源于家庭从小对他的熏陶。他的母亲周萍是上海人，曾经是一名体操技巧运动员。上世纪70年代，周萍作为上海队主力队员，屡次在国际比赛中获奖。
周平的父亲是中国超声医院开创者之一，第一代超声医学人周永昌，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救护队。老先生一辈子工作兢兢业业，王嘉尔永远记得93岁高龄的外公每天早早的到医院上班。王嘉尔的父亲王瑞基是广东东莞人，曾在1978年曼谷亚运会代表中国获佩剑个人金牌，这是中国击剑队员首次在亚运会上夺金，他也因此获得亚洲第一剑的称号。退役之后，王瑞基开始担任香港击剑队总教练。1994年，王嘉尔出生在香港。对我来说，上海就是我的老家，我外公外婆都在这儿。广州是我爸的老家，中国香港是我出生的地方。对于孩子的未来，运动员出身的王爸爸和王妈妈早早地做好规划。王嘉尔自己也说，体育圈的人似乎都觉得出色运动员的子女应该跟随父母走同样的路。于是6岁的王嘉尔在母亲的安排下开始练习体操。到了10岁，家人发现练体操已经影响孩子的身高发育，王嘉尔又开始跟着父亲学习佩剑项目。或许是遗传了父母的运动员基因，王嘉尔也有极强的好胜心，要么不做，要么就做到最好。白天，王嘉尔与普通学生一样在学校上课，放学后朋友去吃饭唱歌，王嘉尔却要在击剑馆练习好几个小时。练习结束后，他还要回家做完功课再睡觉。他的青少年时光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3点一线学校、训练馆家度过的。当时他的心里只想着训练、比赛、拿成绩，努力的付出也的确获得了回报。王嘉尔先后获得过1枚亚洲冠军、3枚全国冠军、9枚国际和香港冠军的奖牌。2010年，王嘉尔代表中国香港队参加新加坡青年奥运会，获得第11名。如果按照这样的轨迹发展，他极有可能代表中国香港出战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，而奥运金牌正是王嘉尔当时的终极目标。到了一定阶段，目标也就越来越大。我不只想拿中国第一，还想拿亚洲第一、世界第一。可他连自己都没想到，那个终极目标变了。被星探在大街上发现，这样的桥段在现实中并不常见。王嘉尔却遇到过2次。2008年，一家海外经纪公司想签下年仅14岁的王嘉尔。王瑞基觉得儿子年龄还小，怎会有星探挖他去做明星，肯定是骗人的。3年后的一天，放学后操场上打篮球的王嘉尔被韩国一家经纪公司的星探发现，并邀请他去参加练习生的面试。王嘉尔比约定时间晚了半个小时，但也还是通过了面试。回到家，王嘉尔将此事告诉父母，得到的回复依然是反对。父母反对的原因更多的是担心。当时的王嘉尔已经是香港击剑队之星，拿到了斯坦福大学和香港多家大学的入学通知书，可带着奖金入学，还有多家运动品牌主动为他提供赞助。而一旦做了练习生，意味着他要从头奋斗，将来能否出道也未可知。对王嘉尔来说，这个风险真的太大了。可他觉得，如果我这辈子只被星探找1次，可以说是一个巧合，但是有2次，会不会代表些什么？人只能活1次，为什么要限制自己呢？我很想去尝试新东西，活1次就不要让自己后悔。父亲听到王嘉尔的想法后，对他开出条件，只要获得亚洲冠军，就让你去做练习生，实则是希望儿子知难而退。结果王嘉尔真的在2011年获得了亚洲击剑比赛的金牌，换来了父亲的同意。2011年，褪去冠军光环的王嘉尔成为一名普通练习生，只身一人前往韩国。韩国的练习生培训与选拔系统竞技运动项目更残酷，10几岁的孩子每天被淹没在高强度、高难度和快节奏的训练课程中。到了月底还有各种考核，一旦未达到要求就会被淘汰，离开公司。一句韩语也不会讲，没有特殊才艺的王嘉尔在众多练习生中并不抢眼。其他练习生颜值高，身材好，会说唱，会跳舞。我语言不行，实力不行，长相也不行。
过去在击剑赛场上一向很自信的王嘉尔开始感到自卑和不安，可他不愿就此放弃，每天疯狂地学习语言、练歌、学舞蹈。别人练10次的舞蹈动作，他就练100次，宁愿少睡一点，也要让自己在动作上更熟练。靠着那股在体育赛事上的拼劲儿和韧劲儿，王嘉尔挺过了近3年的练习生时光，在2014年正式出道成为艺人。从那以后，王嘉尔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，出专辑、开演唱会、上综艺节目，也越来越忙碌了。从剑手到练习生，再到站在世界舞台上的艺人，对王嘉尔来说，再多的身份也只是个称谓。2021年1月，王嘉尔与韩国公司合约结束后，开始将事业重心放回国内，因为他有一件很想要做的事情。我一直说，我想分享我们亚洲的东西，我们中国的东西。他说，中国是我的家，我能站在不同的舞台上表演，让观众享受我的舞台，也让他们了解一下我们美丽的家。不管做运动员还是做音乐，我都是在坚持自己的梦想。我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影响力有多大，但肯定会尽我自己所有的能力去分享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作品和创作。对于王嘉尔这种主动为国澄清的行为，我们还是要大力赞赏。毕竟中华5000年的文化给予了我们足够的文化自信，走出去的明星也应该一样自信有骨气，而不是像一些没骨气的明星一样对天皇下跪，一味的讨好外国民众。也祝愿王嘉尔未来的星途璀璨，说不定他就是网传2023年爆火世界的巨星呢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